勒索软体，勒索软体大家是最害怕的这个攻击方法，可是勒索软体后面藏的后门，它才其实是真正的核心。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讨论的是勒索软体。好，那这个勒索软体是很多企业的痛。那我们从2025年勒索软体的攻击，它已经有了一些变形，所以本周我们就来讲勒索软体。那最有名的这几天，有一个叫 Aquila 的软体，它的潜伏期已经达到了42天。那再来是一个 Agenda 的勒索软体，它已经从内部的网络建立成一个 Mesh 的网络，让它可以在内部里面就横向的自由移动。嗨，大家好，我是 Eric。这里是一个讲治安的频道。那这里的资讯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赞。然后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也会有相同的内容。如果你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看到我们，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接着我们就准备来今天的主题：勒索软体。好，如果我现在告诉你，骇客已经在你的公司里面已经住了快2个月，他可以看着你的邮件，研究你的备份，甚至每天去分析你系统里面的横向是怎么沟通的，你相信吗？好，那过去的我们的勒索软体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直接就已经一次就进来。那一次进来的这种勒索软体，我们很快的就会发现，因为有档案被加密了，它很快就把你的东西锁起来，然后导致你有东西不能用，就像前几集我们有讲到的，日本的 Asahi 跟Toyota， 他们在供应链遭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有东西断了不能用，所以他的声音很大声，就是这个已经有东西坏了不能用了，所以我就可以触发警报，然后骇客很快就你坏了，所以我就赶快来勒索你。好，然后他的目标很单纯，就是要钱。好，那我们防御的焦点就是防止有恶意的执行党出现，甚至是侦测有加密的行为，甚至有人会去找这种侦测加密这件事情。好，那这种模式它其实都建构在一种侦测攻击事件的基础上。那我要侦测这个事件，我要发现了它以后，我才知道说，它真的已经在攻击了。好，所以现在的攻击策略其实就已经有些改变，它有一个新的现实，它会寄生，甚至是潜伏数周，然后甚至是模拟一些合法的行为，比如说我会跟伺服器互相的沟通，然后建立多点的目标，窃取资料，然后甚至占领这个站点，就是我已经入侵进来了，我既然都已经进来了，我就在里面把我的站点建立起来，我可以控制10个伺服器，控制20个伺服器，我就可以去瘫痪你，因为我有很多个，等于是我有20台伺服器，我占领了5台，那我将近就有1/4强，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占领起来以后，可以做多点的传输，甚至是我们做一些看似合法的行为，我从 A 伺服器，然后我就远端桌面到 B 伺服器，或 SSH 到 B 伺服器。好，那现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从我们刚刚过去的那种方法其实是抓不到的。现在的防御策略，现在的战争应该要从事件反应改成我要去做行为的猎捕。好，所以这个人突然他平常就是独立工作，我就是一台DB， 那我 DB 的行为是什么？就是会有AP 来去我的 DB 里面存取资料，那就是这个 AP 常常来跟我存取资料，那突然间加入了一个新同学进来，他也要存取资料，那他是不是就怪怪的？好，所以我们要转成这种行为式的猎捕，而不是在依赖过去说，我侦测到他已经档案被加密了，他已经被入侵了，我才要开始做反馈。好，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一种转变。那这个转变里面，我们就可以从Aquila 这个42天的骗局开始。那它是什么样的骗局呢？它是这种我们登录网站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种机器人的验证？现在这种机器人验证的方法，机器人验证的这个逻辑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点那个不是机器人。好，当这个 Aquila 的它的策略是，我伪装成我就是机器人验证的工具。
然后使用者点下去了，它的代价就是长达42天的机密型的监控。那 IKEA 的攻击链它怎么做呢？就是员工点了伪装的我不是机器人，然后他就下载了一个恶意软体。好，这个恶意软体它其实是一个sequence top rate， 好，就是它是高隐蔽性，然后长期躲着的可以控制通道的这个的后门程式。那这个后门程式它就是不断的在可以跟我外头去做这种 C2 的连线。好，所以它先建立了这个站点。那建立了站点以后呢，接着它就开始横向移动。利用 RDP 与 SSH 去对它做横向移动，去窃取网域管理员的权限，因为它拥有最高的储存权限嘛。当他去拿这个存取权限，他此时他也不会去做加密研究，他只会去研究，你的系统的长相，你的机房的网络架构长什么样子。好，那他此时还不会去对它做任何的加密动作。好，那最后呢？等他研究完了你的架构，知道你哪一些地方是高价值、有用的这种有价值、有用的伺服器。举例来说，这个有用的伺服器可能是 DB， 可能是 Domain Controller， 好，那或者是它是核心营运上面的某一个伺服器。好，那此时他在最后的一天里面，他在一次收网，就是把所有会影响你的那收集起来，然后路径把它备份完，那一次再做加密的勒索。那他前面就做了这个4个主要动作，才去串联到以前加密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的潜伏期变长了，他不是一路侵进去他就开始工作，他可能在里面躲了42天。那 IKEA 带来的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警报响起的时候，战役就已经结束了。传统依赖这种侦测加密行为的防御机制，在这42天它不会做任何事情，因为它没有做加密的动作嘛。所以企业长达有42天的黄金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威胁猎捕，叫 threat hunting。好，那这个胜负关键在就是谁可以最先被找到，它就是一个躲猫猫的游戏，它躲在里面，它在里面玩躲猫猫，那我们要把这个猫猫找出来，它到底躲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所以重点的防御策略，从侦测大规模的档案被加密，我们应该要改成有侦测这种异常的远端连线，甚至是非典型长期间歇性的对外的连线 C2， 因为长期对外某一个伺服器去存取的时候，它就有 C2 的特征，它可能就是在连回远端的遥控的伺服器，所以我们要长期的去看看，这个伺服器它是不是有对外连线。我们最简单可以想象的一件事情，资料库就是给内部的程式去做查询存取的嘛，那它只在服务的对象只有内部，但它却往外去做C2的连线，那是不是异常？所以很多的防火墙政策，我们会规定一件事情，就是DB 你平常是不会有对 Internet 去做连线的动作。那我们刚刚讲 Akira 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一个横向网络的 mesh， 所以它可以借由内部网络再往外传送这个 C2 指令。所以如果我平常的这个 DB我已经封锁它，不能去 Internet， 我也只允许 API 来存取。可是突然有一天，有一台旁边的机器，那旁边的机器可能是图档伺服器，可是图档伺服器也开始跟 DB 联络了，然后 DB 也主动传资料给图档伺服器，那这个图档伺服器是不是就有问题了呢？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跳板呢？好，所以这个行为侦测的方式我们就要改了。以往我们觉得我已经限制了资料库不可以对外连线，我已经封锁起来了，但现在它可能已经不行了。好，第二个案例，叫 Resida。好，那这个情境呢也很特殊，它是在微软的搜寻引擎，就是 Bing 上面，很好笑，它就是有人去 Bing 上面买了广告说，这个是可以下载微软的 Teams。那 Teams 我们现在很常见嘛，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去用 Teams 这个工具。好，所以这个广告就要去下载这个 Teams， 可是它下载到假的，有经过签章的假的 Teams，
好，那防毒软体因为都看签章去决定要不要放行嘛，那它的信任就放行了嘛。好，所以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它的入口是从 Bing 恶意广告里面去下载了这个 Teams， 然后呢，第一阶段是Oyster Loader 里面我们又去载入了这个有信任微软签章的这个假的坏的这个 Teams， 然后接着它就建立了 C2 通道，然后跟远端的这个伺服器建立了连线，做后续的准备工作。好，所以这里绕过的是什么？是用有效的微软的信任签章而绕过了防毒软体。好，所以它其实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最后，好，这个 Restart 的勒索软体在执行加密的动作，所以它的路径变成什么？从恶意广告到合法签章，然后建立多段的后门，然后再来做勒索。好，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前几集我们有讲到那个恶意连结，那其实这种广告形式的这种恶意连结，其实现在也很容易是发生的。好，再来是当数位签章变成这个攻击者的通行证时，那我们的应用管控程序就会失效嘛，因为我们现在是依赖签章跟白名单。那骇客也证明了他有能力去窃取伪造高信誉的这种凭证。好，所以我们的现在的攻击策略就必须要演进了嘛。好，那我们要改成什么？就是改成我要装任何的应用程式，不管它的签章是什么，我们都只能允许由 IT 核准的应用程式来执行。好，然后要有零信任的概念，就是预设我不信任任何的软体，强制从公司的软体中心里面去安装我要安装的应用程式，然后我也只信任这一个地方的安装的档案的来源。那你当然还要有零信任的概念，你要持续的去验证它。再来是移除本地管理员的权限，那本地的管理员他就不能直接去安装软体。不能去安装这种未经授权的软体，所以最好把本地管理员安装软体的这个权限去把它做关闭。好，所以在这第二个这个案例 Residia 这个概念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管理者的管理策略需要做一些改变，不能只有用传统这种我只验签章，然后我只放白名单的逻辑，我们要改成只用应用程式管理，然后零信任存取，然后不要有本地的管理权。好，再来是 Agenda。好，这个 Agenda 这个名字取得很酷哈，然后它的另一个名字也叫 Killing。好，它是一个隐形的内部网络。好，就是它有一个它很像是骇客的内部的 VPN， 它的核心技术呢叫 Coaxial Socket Proxy。好，那它其实是寄生在我们的内部网络，然后去建一个 mesh 的网络，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 mesh 的网络。那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逻辑的第一件事情，它有自带的这种侦测技术去卸载或瘫痪我们的 EDR。好，所以这里面厉害的东西是，它会想尽办法去关闭 EDR 的侦测。那 EDR 在做什么？就是我现在头上的这一台电脑，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异常的行为，它其实是会回报给管控中心的。那它把它关掉了。那如果我的电脑里面，它无缘无故去执行了一个安装程序，那管控中心就会看不到嘛，就会跟瞎眼的一样，不知道你其实被装了一个软体在这里。那这个软体有没有后门，你就会不知道。然后接着它厉害的是，它会去多台主机里面去部署这个 Coaxial Socket Proxy 的工具，然后去建立自己的网络中的网络，就是我在内网里面，我还可以再建一个网中网络自己一个 mesh 的网络。像我刚刚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影像图档的伺服器，它来 call 这个 DB， 然后 DB 再去找这个影像的伺服器，然后这影像伺服器可能内部又跟 DNS 伺服器又串联在一起，然后互相达成了一个 mesh 的 C2 网络的控制，所以这个 C2 网络的指令在内网里面传来传去，它看起来就是安全的。所以这里面因为它都在内网里面沟通嘛，所以我们就侦测不到这样子的盲点。好，那这其实是一种监视的噩梦嘛，因为以前我们的防火墙做的都是这种南北向管出入口，
东西向我们在一个房间，像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我房间里面互相的交流其实是没有阻隔的。这种东西向横向的交流，它其实是会缺乏洞察。现在的防御关键呢，会变成是我除了有南北向的防火墙防御以外，我在中间横向移动的时候，我也要有 NDR 或者是 XDR。好，那XDR 就会更全面嘛。那 NDR 的话，我是至少我有摄影机这样的概念，我可以看得到我网络上面有什么样的行为，然后我可以去做侦测跟回应。那 XDR 的话，就像一个中央管控中心，我除了看到网络的行为以外，我还看到很多只摄影机、很多只 NDR 它的动作方式，知道他们在网络上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谁突然变成 Proxy， 就像我刚刚举例的，那影像伺服器就不应该跟 DB 互联嘛，但是他跑去跟 DB 互联，他的行为模式变成异常，同时他可能还要导入微分割，去严格限制伺服器与伺服器之间非必要的沟通。我已经设计好了，我的 DB 就只跟 API 沟通，我也不跟对外沟通，我也不应该跟图档伺服器沟通，所以这个横向的阻断它就必须被限制起来。好，从这几个线索，我们看见了这个近期的这个2025年的一个变化，从 Aquila 加 Reseda 跟Agenda 这里面，他们的后门其实都用这种渐渐这种躲避起来、合法化或者是服务化，让这个3起事件。骇客在战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已经是躲起来的行为。Aquila 我就可以钻进来以后建立横向移动，那 Agenda 我可以利用它去建立这种横向的这种部署的这种mesh 的网路，然后Reseda 就是我可以从前面进来的时候，我用数位签章我就穿越进来。好，那我用签章就穿进来，我的防御措施让我可以穿进来，所以这个后门它有这种合法化跟服务化的特性。好，所以这3起其实并非它是一个独立的攻击事件，它其实是可以串联出一个战略上面的变化。需要考虑的是，这个治安战场已经又一次的做了转变。好，例如我们 C2 的通道，第一个 C2 的通道，我们利用的是这种信任的 Reseda， 我们用这个微软的这种合法的签章，让后门程式看起来是合法的。再来是我们现在常用，很多人都会去用 AI， 那 AI 里面 OpenAI 有 API 嘛，那也有骇客利用 OpenAI 的这个通道作为 C2 的通道，甚至他用 Jackson 的格式去做云端的服务载筹，去放恶意的档案。所以这种传统的黑名单的策略，它正在失效，因为你很难去阻挡 OpenAPI 的 API 嘛，你也很难阻挡微软的签章，所以此时这个策略需要做一些改变。这个改变是后门才是本体，勒索只是外挂。我们被勒索软体做了加密，这个事件其实它只是冰山的那个上方，它是最草根、最快速，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发生的状态。那在冰山底下呢，它其实是长期的在经营后门，在做横向移动、逆中、情资收集、横向移动、破坏备份。好，那在冰山底下，我们才是要防止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的防御重心必须改成防止档案被加密，往前移动到什么？在潜伏期，我们就发现那个后门，所以后门才是 root cause， 才是本体。勒索这件事情，它只是后期，它只是一个外挂而已。所以防御的新的3大剧本，这个3大战略思维的转变的第一件事情是侦测逻辑。以前是基于特征码的侦测到这个特征码，然后我们做防御。接下来我们应该是改成基于行为的侦测，看到行为侦测到异常，那我就应该要做反应。再来是防御的边界，防御的边界以前我们用防火墙当城堡的大门，那现在应该是要改成零信任跟持续验证。我在城堡内互相移动的时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站点互相沟通串联的时候，我也要确保它的可视性跟信任度。就像我刚刚的举例，我在内部串联，
我不应该图片伺服器去跟 DB 互联，我可能是隔开档案，那个图片伺服器很单纯的只放图档，它不会去找 DB。好，那前面的程式去找了 DB， 说啊我要用图片组合成网站，那我才去图档伺服器让它图档出来。好，所以这个动作里面我们都要基于行为去设计我们的安全架构。再来对应的时机是，以往我们都是对被加密的或者是有事发生的，我们才做反应。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成 threat hunting， 就是我要持续猎捕。哦，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躲猫猫的游戏提早把它抓出来，它躲在哪里，而不是让它可以躲着，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要把它找出来，哦，把它杀掉，哦，或者是把它抓起来。我们不可以让他在那边玩躲猫猫。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啦，就是你抓到了就要有人管。好，但我们企业里面最麻烦的是，我们可能IT 的管理者、营运者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做管理，所以纵使有了 NDR、XDR， 他就管不好。所以此时的 NDR 它就有一个价值了。哦，以前他要在里面潜伏42天，你42天的黄金时间内，哦，阿基拉花了42天才躲在你家里嘛，那防毒软体抓不到这个潜伏行为嘛，那我们现在如果有了 NDR， 哦，这种托管式的侦测回应，那我就是42天里面利用 NDR 抓出那些看起来合法但不合理的账号连线。如果你是IT 的管理者，你是 CIO 或者是 CISO， 你是希望攻击进来的第2天你就抓到说，有潜在威胁，还是第42天我们才来讨论到底要不要付赎金，把这个档案还原，让我们的营运往下去？我想这里是很清楚的。第二个行动框架是应用程式的管控必要。当信任本身已经不可信了，就我们举例的那个 Residia 的案例，骇客已经能够用合法的签章来伪装恶意软体，连安装 Teams 这个安装档案都有可能被假冒，那代表依赖防毒软体的签章验证，它其实已经是没有效了。我们应该要导入这种 application control 的管理逻辑，就是管理应用程式去，无论档案是否有合法签章，只要不是 IT 部门核准的软体，我就一律禁止执行，从源头切断，让它不可以装载。好，从预设信任拦截已知的恶意，转成预设我就是不相信，我只允许我检查过没有问题的东西才可以安装。再来是企业内部一定要有监控设施啊，就监控设施就是我们讲的 NDR 啊、XDR， 因为防火墙只看大门，这种我现在在房间里面互相沟通的，像我的这个房间里面就要有监视器，知道这个房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突然间，这里面有躲了一个坏人，躲猫猫躲在这个墙壁的角落，他突然跑出来，他把我抓走，那就是应该要有 NDR 来去弥补这个措施，或者是 XDR 来弥补，所以他看到了这里有东西，然后他应该要做反馈，或者是做逮捕的动作。好，那 NDR 就是弥补了这个 EDR 跟 Firewall 之间的鸿沟，因为 EDR 可能是装在我身上的嘛。那如果我后面躲了一个坏人，他突然把我看后面砍起来啊，然后我现在已经被盖住了，我无法对外联系了，那我 EDR 就交不出去了嘛。好，所以我就需要有一个 Firewall 来告诉大家说发生什么事情嘛。好，那以往我们 EDR 我常常举例的就像这个 Apple Watch， 它其实就是一个 EDR 的代表。它可以回传我的心跳、我的心率状况，但是我被看报对了，然后这个 Apple Watch 被屏蔽掉了，那它当然就无法回报了啊。所以在外头的楼下的警卫就像是一个防火墙，我的 EDR 就像是一个 Apple Watch。好，当我被看报对的时候，那它就没有效果了。但是如果我被看报对的时候，旁边有一台监视器看着我，在照着我，那他就知道啊，我被看报对了，我应该要去救他了，然后这个人被看过了，他被带走了，啊，所以简单来说，现在如果骇客他不只是加密的档案，而只是静静的躲在你的伺服器40天里面，你想想看，你有没有信心你可以逮到他？当你是个 IT 的管理者，我们现在可以摸着自己想想看，如果骇客他没有加密你的档案，然后他已经躲在你的伺服器40天了，你有没有信心你可以抓到他？
我们可以试试看看这个议题。如果你抓不到它，那我们就想办法要抓到它，因为它就是一个躲猫猫的游戏，我们一定要逮到它、抓到它才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好，那如果今天的内容是对你是有帮助的，请记得订阅我们治安简报室啊，我是 Eric 啊，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有我们的频道啊，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然后留言。那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上面看到我们啊，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好，那我们下礼拜见。